应该是甩掉了，又是自杀又是谋杀的，这个世界太危险了。我要快点想办法回去。好疼！这什么破副本？怎么会有杀手？系统你在哪儿啊？系统！这是哪里啊？这游戏更新的我都不认识了。这男人好帅！没想到王子迎接公主的戏码，竟然能为我这个万年女2号上演。你是那个验尸的人？是我也是你召唤的系统。系统还送我花。想要活命的话，就听我的。你真的是系统吗？这游戏呢，确实出现了一些漏洞，所以我需要你开放权限，以便我纠正。那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就请你快点签字吧。好。好了，终于到手了。什么到手了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和你一样，都不属于这个游戏，只不过你运气比我好一些，有虞美人这个空壳来承载你的数据，所以也导致了没有空壳来接受我，也因此我差点就跟这些缓存一样，被清理掉了，得亏在最后1分钟得到了。怎么没停下来？你不是签字了吗？签了呀。你看我签的是什么？你签的是南冰雪琉璃幻吗？我什么都不看就签我的本名，你以为我傻呀？姐姐，求求你了，哎，你少来啊！您就大发慈悲，先让我缓存进来吧，要不然我们俩都得完蛋。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是，我不是系统，我高寒，真相心跳的王牌侦探 NPC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你爱信不信喽？反正都过了这么久，想必你已经发现了，这并不是你之前的恋爱游戏。从那天的验尸结果来看，大帅的死亡时间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间一致，查出真凶可能是我们回去的关键。所以想要出去的话，就得听我的。我凭什么听你的呀？你该不会是忘记了外面还有人在追杀你吧？哎呀，别犹豫了，外面那些人都快追上来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算我倒霉，就借你5分钟。5分钟对付这些小喽啰，足够了。杀手似乎早就知道我们会经过这里。于法医，我刚才听见这里好像有打斗声。你听错了。你这伤口是怎么回事？又想跟我玩装自残的把戏啊？我们刚遇袭，他就出现，太巧合了。哎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请离我远一点，不要碰我。你受伤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不用，我自己回家可以包扎。对了，江少帅，你真的是听到打斗的声音才来找我的吗？
什么意思？我还以为江少帅未卜先知，知道我会遇袭呢。这个少帅是大帅的义子，是后面我们调查的关键。小姐，哎，夏雪，你说这个少帅还有什么其他吸引的女子啊？小姐对少帅的情谊，荣成人尽皆知。小的纵有千万个胆，也不敢觊觎少帅啊！哎呀，你慌什么呀？我又没说你，我就是想问，平日里还有什么其他女子和少帅走得近的？少帅这人不近女色，铁石心肠，不为小姐你的深情所动也就罢了，前几日竟然还说要提出解除婚约。您因为少帅冷落你的事，茶不思饭不想的，睡前总要吃安眠药。可是前2天，少帅突然送了酒来，小姐您一高兴就喝了个通宵。早上我们来看您的时候，你已经昏睡不醒了，身边还有药瓶和酒瓶。难道虞美人是因为被将军生退婚，所以轻生的？不对呀，这药和酒还剩这么多，这点剂量应该不会倒下。前2日，大帅府确实有件怪事。这大帅府自从那块玉之后，真是流年不利啊！没事，大帅请了仙姑开坛做法，肯定能够逢凶化吉。那个神婆刚走没多久，老爷居然就死了！着火了！快来人呐！着火了！老爷！没想到大帅居然跪在地上烧成一个大火球，特别诡异。丫鬟是这么说的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有问题啊。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鬼啊？人心藏鬼，我见多了。自从大帅府闹鬼之后，我们就被拉到这个时空。看来找到大帅的死因，真的是我们回去的关键。你怎么看？还是得再多搜集线索。既然他们提到了血液诅咒，就说明这个东西跟他的死息息相关。我才不相信什么诅咒呢！我想这大概率啊，是他身边人放出来的障眼法说辞。看来你也不完全是个恋爱脑。当然了。我可是金牌助攻，行走江湖靠的是智慧，所以我认为这一定是一个是什么？情杀。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一个女子惨遭大帅辣手摧花，没有办法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走投无路，只好对其杀之，以解心头之恨。实在是太可怜了。你就是这么推断的？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合情合理啊？毫无根据可言，断案靠的可不是联想，是线索和依据。你该不会真的以为虞美人是自己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所发生的意外吧？说的有道理呀。走，我们去验毒。我这里有烧杯、滴管、酒精灯，这些设备足够了。接下来你根据我的步骤操作就行了。加入这种试剂，就能检测出酒里有没有异常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种蓝色，说明葡萄酒中含有大量的苯巴比妥，是一种强效的镇静剂。这正是虞美人的死因。这酒塞上也有一个针骨，说明葡萄酒里的镇静剂是提前注射进去的。酒是少帅送的，少帅难道真的要杀虞美人？叹什么气啊？虞美人一定没想到，害死她的凶手，竟然是她最爱的人。
虞美人如果没中毒，你就找不到身体。换而言之，你才是这件命案最大的受益人。行了，你闭嘴吧。进来。小姐，警察局长送来请帖，邀请您今晚去丽华皇宫。已经事先问过了，少帅一定会去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现在是我们接近江俊生最佳的机会，说不定还能看到大帅的一些亲近之人，找到更多线索。哦，接近江俊生啊，那当然是你去了。啊，我们可是要分工明确，对付犯人我去，对付男人你去。那我遇到危险怎么办啊？你放心吧，真的遇到了危险，我就算是拼了命也会保护你。这具身体的。你一定要保护好我，如果出事的话，你死定了。放心吧，真的出了问题，我们随时交换。哎呀，严某人呐，仰慕于法医已久，为咱们今天的相遇，咱俩干一个。来，于小姐。于小姐，这是瞧不起我严某人呐？啊？这样，严司令，不如咱们来走一个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！来来来，于小姐，严某人先干为敬。来，哎呀，好酒量！好。严司令，你这样就太看不起我了。我说的走一个呢，是这么走一个。不会吧？你们男子汉大丈夫不会喝不过我吧？于小姐，你这是在挑衅我吗？哎，严司令，有句古话叫“巾帼不让须眉”，意思是女子不比男子差。既然于小姐都敢比拼，那严司令岂能不成人之美啊？好，既然于小姐这么豪爽，口气这么大，那不如请于小姐先展示。这个喝就喝。我就问你们，还有谁？大小姐，你真的别再喝了，要再喝下去，我要是醉了，谁保护你啊？小蜜蜂，行，来，小蜜蜂，来，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在花丛中呀，飞呀！我赢了，喝酒喝酒。于小姐说了，我喝，这是我出了事吗？对呀，来，咱们继续喝去，来，我喝。高侦探，这几个人的身份都摸清了吗？根据他们的闲谈，我总结如下：曹良，曹督军，江南口音，心思沉稳，骑兵出身；严鹤坤，严司令，东北口音，冲动鲁马，步兵出身。还有这个王明，一直都在看着这个严鹤坤的眼色行事。看来他这个局长多半就是个傀儡罢了。还有那个没怎么说话的日本人鸠山商会的会长。这个江俊生一直盯着我，看来今晚从这几个人嘴里套不出什么。我要先撤了。好，我喝。那个酒不够了，我再去拿点儿。快回啊！快回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我进了虎穴出不来了呢。有我呢，你放心吧。你就知道吹嘘你自己。我刚才表现的怎么样啊？有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啊？太优秀，太完美了，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。就是下次，咱们能不能少喝一点啊？
少指挥我！于小姐，于小姐在这儿自言自语什么呢？啊，曹督军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刚才忘了问于小姐一些事情，不知道那天你给大帅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啊？特别的东西？就像是石头之类的。石头？结石吗？哎呦，大帅这个年纪有结石是很正常的。没有就算了，啊，那就不打扰于小姐了。看来大帅遗体上有我们错过的线索，我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抱歉，于小姐，大帅的遗体已经被少帅带回，说是要准备下葬。啊，麻烦你了。现在怎么办啊？到空间来，我有些想法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们原先的意识交流空间中转站，我给装修了一番。这些都是真的？准确的来说，这些都是由我的意识所化，不过可以真实的使用。怎么样，够不够？你还挺有闲情雅致。你不办了？我们离开酒店的时候，其实江俊生一直在后面偷偷的跟着。曹良提到石头的时候，他也在后方偷听。这个石头难道这么重要？重要的石头？钻石？红宝石？蓝宝石？玉？血玉？血玉诅咒？难道是江俊生为了血玉杀了他爹？难怪我在停尸间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奇奇怪怪的。他是怕我在尸体上发现什么？你说的虽然有道理，不过这个结论下得太过于轻易了。根据我的经验来说，我们需要搜索更多的证据。我们去大帅府一探究竟。有道理。知道有道理，还不快去？于小姐，您这是？我是来找你们少帅的。少帅现在外出，还没回来，不如您……哦，没事，我可以进去等他。这恐怕不太方便呢。我是来谈解除婚约的，这可是你们少帅心心念念的事儿。如果耽误了此事，恐怕谁都担不起责任吧？您说呢？哦，于小姐，您请。按照民俗，大帅此时应该在府中停灵，但府中并没有灵堂，一眼看过去也没什么异常，我得过去看看。